青年为修行虎爪功，以绳索绑住竹筒，用以抓握。竹筒上下翻飞，踪迹不定。一旦强行抓取，便会被打得一片青紫。青年不服输，几经磨练，终于徒手抓住了竹筒。接着又给竹筒倒油，增加难度。这下竹筒滑腻无比，更难抓取。可青年着实悟性非凡，没过多久就能眼手合一，轻松抓住竹筒，劲气一吐，便将竹筒捏碎。清朝末年，反清起义此起彼伏，少林亦为了民间疾苦与民族大义，举起反清大旗。清廷为排除异己，控制武林，将少林寺摧毁。各地寺院师徒为保存实力，不得已忍痛离寺，流散各地。然而少林叛徒石少峰甘愿沦为朝廷鹰犬，残杀少林子弟不计其数。少林各支无日不想将其就地正法。如今弟子中唯有一人可担此重任，此人名叫云飞，乃是少林100年来的不世奇才，一身武学极为出类拔萃，拳脚棍棒无一不精，更是通过了少林阵的艰难考验。师父遂派遣他下山清理门户。临行前，师父再三叮嘱，现今四方豪杰正密谋推翻清廷，其中有名叫张毅的人将携带清军布防图赴会。此事被石少峰得知，布下天罗地网要逮捕他，嘱咐云飞先去寻找师弟邱国，便可得知张毅的下落。云飞领命下山，数日后抵达石少峰管辖地区白石镇。石少峰残杀反清义士，各路豪杰无不想出之后快，可碍于石少峰武艺高强，势力庞大，凡是出手刺杀者皆是有去无回。这日又有一名刺客被抓，就要被当街斩首震慑诸雄。暗中观望的云飞却得知，此人正是自己的师弟邱国。就在他即将遭难之际，云飞吹出暗器，瞬息将刽子手利毙。周遭等候多时的义士立即现身，却正中了石少峰的诡计，早已命麾下高手埋伏四周。此番当众斩首邱国，只是为将反清义士一网打尽，最终一众义士尽数身死，唯有邱国被云飞救下。邱国悲愤不已，刚好云飞想到一个刺杀计划，两人一拍即合，此去势必九死一生。临行前，邱国将与张毅联络的暗号交给云飞，一旦他遭遇不测，云飞也能代替他完成任务。之后，云飞假意投靠师傅，并将邱国当作投诚的敲门砖。如愿以偿见到了石少峰，但石少峰本身狡诈如狐，为了试探云飞，便让他亲手杀了邱国，以表忠心。云飞自然难以动手，犹豫不决。邱国为掩护他，抢来长刀，做事要拼死一搏，不出意外惨死当场，却还是没能骗过石少峰。见身份暴露，云飞也不再掩饰。本以为石少峰多年来养尊处优，武功势必有所退步，不想他因树敌太多，从未松懈，更是自创武学白鹤追魂拳，任凭云飞拳影霍霍，依旧被招招克制。如此，石少峰轻蔑不已，转而让手下八虎将出战。这八虎将俱是他秘密训练而来，擅长各种兵器，单凭一人武功虽略有不及，却极为精通合击之术，彼此配合默契，攻势刁钻凌厉。哪怕云飞武功不俗，也是接连遭创。随后，石少峰手持斩马刀杀来，云飞此时已是强弩之末，未过数招便被刀锋架在脖颈。为了逼迫云飞说出张毅下落，石少峰并未杀他，严刑拷问。待无人看管之时，云飞利用软弓解开绳索，将落地时被一人接住，叫他出声惊动守卫，帮助云飞逃离师傅。此人名叫阿龙，同样是少林子弟，其兄为表彰正义，联合有志青年掀起反清运动，却没想到出师未捷，惨死于石少峰之手。为此，阿龙不惜伪装成痴傻模样，潜伏在石府数年，伺机动手，却恰逢机会将云飞救出。俗话说，一个好汉三个帮，想要除掉石少峰，必须再找一个使剑的高手。云飞猛然间想起之前所遇一人，此人乃一介江湖浪子，文武双全，剑法高超，号称绝剑，情系于风尘女子秋月。然而秋月因容貌秀丽，遭到石少峰觊觎。见绝剑手无寸铁，不是对手，秋月将他的长剑抛来，绝剑拔剑斩来，一时收拾不住，竟将心爱之人误杀，心如死灰，就此封剑，整日借酒浇愁。云飞随即上门邀请他一同斩杀石少峰，绝剑早有此意，时隔1年再出剑时，依旧是迅疾如风，斩杀随后跟来的探子。
三大高手齐聚已有一战之力，但想要除掉石少峰，破解白鹤追魂拳才是重中之重。经过云飞两人分析，白鹤追魂拳便是在捉摸不定间趁虚击人要害，只要利用虎爪功率先废掉对方一臂，如此便可大局已定。随即，绝剑利用绳索串起竹筒挥舞，以此来训练云飞的出招速度。经过多日苦练，云飞的虎爪功进境神速，已达到在虚实不定间迅疾出招，一握可碎裂竹筒的境地。而阿龙也没有闲着，他的锻造技术颇为精湛，趁着两人练功的是日，炉火不息，不仅为云飞锻造出铁制罗汉棍，并将绝剑的宝剑重铸，配合其精妙的剑术收放自如，还为自己打造了一杆霸王枪。随后，云飞来到约定地点，见到一位浑身书生气的男子，拿出暗号对比，正是等候已久的张毅。可石少峰也收到消息，势必要在张毅过河之前将其擒下。几人收到风声，一起商定应对之法。思来想去，唯有用调虎离山之计攻其不备。次日，阿龙高举少林旗号，纵马飞驰，车后拖拽草席，扬起大片烟尘，以此来伪装人数众多，迷惑敌人。待对方中计后，大摇大摆前往东门。此地只有两虎将把守关口，阿龙快速清理掉杂兵，随即持枪对战两虎将。多年来潜藏心底的仇恨得以宣泄，枪势凌厉非凡，以被一刀轻伤的代价，成功将两人毙命。等到剩余六虎将匆忙赶来，只见到满地尸骸，而阿龙已经飞马与众人会合，抄小路迅速赶往河边。哪知依旧暴露行踪，被两虎将追上。阿龙让其余人继续赶路，自己留下断后。这两人一人手持双刀大开大合，一人手舞七节鞭变幻莫测，两者相合颇为难缠。阿龙一招不慎被双刀砍在后背，随即稳下心神，趁其飞身袭来时，一招霸王回马枪将对方刺了个透心凉。剩下的虎将还想追击，被阿龙看准时机定住七节鞭，随即将其甩出，重创虎将，再接一记凶猛的直刺将其力毙，拖着重伤之躯追赶而去。另一边，云飞等人也被剩下的四虎将缠住，绝剑手持宝剑对战双枪，云飞则赤手空拳与另外两人激斗。可张毅一介书生，手无缚鸡之力，正当他即将遭劫时，阿龙一声大吼，竭力冲出，奋不顾身挡下了这致命一击，抛出长枪将对方了结。云飞二人也快速解决剩余虎将。众人关切询问伤势，阿龙却说自己并无大碍，叫他们赶快离开。直到众人身影消失在眼前，阿龙站立的身躯才轰然倒下。众人急急赶至河边，却遭遇了石少峰手下杜青等两大高手的袭击。云飞便叫绝剑带张毅过河，自己留下阻拦两人。行舟上，张毅展示了自己所藏的清军布防图，两名随从却暗中掏出匕首刺中绝剑，万没想到两人竟是卧底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哪怕绝剑遭遇暗算，依旧轻松将两人斩杀。可绝剑已是性命垂危，一名剑客有着自己的骄傲，绝剑宁愿投水自尽，也不愿死于宵小之手。张毅抵达对岸，与接应的义士会合，而这边云飞与两大高手的战斗也达到了白热化，双方武学进出，奋力厮杀。云飞以一敌二，终归是难以相顾，遂铲起沙土阻碍杜青视线，接着全力出手将另一人击倒在地。待杜青再度攻来时，骤然发力将其分筋错骨，随即凶悍有力的一脚了结杜青性命，再接一脚将另一人踢入河中，终于和姗姗来迟的石少峰对上。此战唯有一人可独活于世，石少峰手持斩马刀率先杀来，云飞随即拿起罗汉棍应对，两人刀来棍往，金铁交击之声传荡四方。石少峰攻势凌厉凶悍，云飞躲闪不及，不过几个回合，身上便多了数道伤口。石少峰气势更凶，旋刀横斩将云飞逼入险境，但云飞早有准备，方才不过是示敌已弱，趁其不备，成功将石少峰缴械。两人再以拳脚功夫比拼，可石少峰出招实在捉摸不定，云飞的虎爪功难以抓住对方手臂，灵机一动下，故意显露招式引诱。石少峰果然上钩，使出白鹤追魂拳袭来，云飞瞅准时机抓住右臂，尽力宣泄下废弃一臂，故意难知石少峰再难逞凶。接着云飞使出连环踢，尽情宣泄怒火。
见石少峰还欲反抗，趁势飞起一脚将其重创，再接一记剪刀脚使出，终是将这个欺师灭祖之徒斩杀，也为江湖除去大患。